命由八字先天定，运由风水起波澜。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还和我的朋友们一起跟大家聊一聊文昌法事。那说起了文昌，可能有人问什么是文昌啊？那什么是文昌法事啊？这个和自己家的这个孩子的学习有很大的关系。那现在我们做父母的，基本上都希望自己这个孩子能够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都希望自己的这个后代都会有出息，把学习学好了，学好了就会能找一个好的工作，还有一个好的工作可能就能够升官发财、光耀门楣，是吧？这是每一个家长这个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都会学有所成。这个包括文凭、学历，当今社会它是很注重这个的，这大家都知道。差不多是每个父母最操心的问题。对。那你各大企业这种招聘，尤其是大的企业，像那个这个就是国际型的大企业，人家更需要你是人才。你除非你是你比如说像特斯拉，人家招收这个人才。那都是这个世界上的一流的大学的毕业生，人家才会用，因为一个小的这种，人家用的可能性不大比如说一个中专生大专生，可能人家都不会去录取的这种线，你都达不到。还有一些这个公务员考试公务员对于学校的这种学历来讲，那也是有很严的要求的。那学历上你达不到这种，你想得到这个。这种高的工资，或者是能有更好的往上发展的这种机会是比较难的。那文昌法事它到底能够起什么作用呢？文昌法事我们供的谁呢？文昌帝君，他是被奉为是智慧之神，主要是主管考试和学业的。通过祈求文昌帝君的这种庇佑，可以获得智慧和启迪，提升学业和事业的运势，而且呢，他这个能够就是说平时可能你考试，孩子考试可能会考个500分，那前一段还有个朋友，他这个做了这个法事，给孩子做了文昌法事以后，这个最后。他平时的这个成绩是总是在500分左右，有时候还达不到500分，但是他这个做了文昌法事，又给他家里边布置了这个文昌局以后，他这个孩子的高考居然考了550点几分，550分好像是，提升还是提升了50分的，在高考如果提升50分，相当不容易了。是的。那讲到这了，这个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仙佛体系里边，实际上很多星君呐，很多这个尊长他其实都是有自己的真身的。那道长您给我们讲讲这个主管考试的文昌帝君，他的这个前身来世，他的这个真身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说到道家的这个，我们都。这个分为这个星君那个星君的，就是把这些历史上的人物，因为他也在这行可能做出了比较大的功绩，所以我们后人就给他封为这个神了，就称为星君。那文昌帝君他本名叫什么呢？叫张亚子，他曾经是四川省七曲山。广宣这个道教教义在这个地方广宣道教教义，他去世以后羽化以后呢，人们为了敬仰他的品德，就在这个七曲山建了个庙，名字叫什么呢？叫清虚观并且呢，在这个碑上刻上了紫铜君。那我们现在这个后面做法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专属的一个这个上书表文的，这个上书表文祈求的叫什么呢？
因为我每次做法事都会给这个佛主都会拍一小段视频，太长视频也不可能啊，拍一小段啊，这个前面就会念着供奉谁啊？供奉文昌子通帝君啊，指的就是这个文昌帝君啊，他也叫子通君啊，因为他成为了子通神，供人这个祭祀。那唐朝的时候，唐玄宗这个西宗逃到四川期间曾利用这种信仰封子通神为左丞相、继顺王。那到了元仁宗这个延佑3年的时候，也就是1316年，敕封为辅元开化文昌司路弘仁帝君，简称文昌帝君。哦，那刚才您说的那个，其实应该是文昌帝君的一个正式的封号了。对，正式的封号也是皇帝给封的。皇帝给封的，封的很长。你看，辅元开化文昌司路弘仁帝君，太长了，所以说呢，简称文昌帝君。那在历代的这个受封当中就是能得到这个封号的，出现了文昌2字，那就和文昌信仰结合起来，从此呢，这个子通帝君就成了文章学问之神职责呢掌管文昌府的事务。那由于唐朝帝王的这种大力的这种推崇，所以子通神呢，他的地位也是陡涨从一个地方的神成为这个全国性的一个大神，并逐渐的与这个文昌神合而为一。那到明代的时候呢，每一个学校都将这个部分的建筑物用于这供奉文昌帝君的这个地方。就是说，那您只要是学校，对，您就得专门有一个场所，对，是用来供奉文昌帝君的，供奉文昌帝君的。哦，这是清代以前都会有这样的。清代呢，每年的农历的2月初3，文昌帝君的生日那一天，朝廷就会派人前往北京文昌庙祭祀。那么文昌虽然他是道教之神，但带来的浓厚的这种儒教的色彩。那可能就是因为他是掌管学院嘛，对吧？对，天下的文人，他一般都是儒门的嘛。对，都是供奉这个文昌帝君的。这样的。而且这个做这个法事，效果确实是非常的明显，挺好。我觉得这个可能，尤其在年轻人，包括孩子中间呀，这个文昌法事，他虽然可能很多孩子学生，他并不懂得这么多这种这个比较专业呀，或者说正规正式的这样的一些仪程，但是很有意思我就看见很多小朋友快到考试的时候，那个小朋友的朋友圈里边，初中生对吧？就开始发一些东西，叫什么逢考必过，这个考啥都会对，做成什么形式呢？在网上用那种软件，自己给做成一个那个很像我们的那个令符一样的东西，知道吧？自己发到朋友圈里面。我说这帮孩子，平时可能不操心，到是快到考试了，立马你看我在朋友圈里发的，我自己家小孩也发过。我看朋友家的小孩也发过在朋友圈里，你只要一看他发一个那个东西，然后在下面一个，哎呀，保佑保佑，逢考必过，考的都会，你就知道他快考试了。对那刚才那个道长您也说了您看这个文昌帝君，他从一个凡人到这个去传教，后来被封为这个主管这个天下学运文人学生的这样的一个神，而且历代的这个统治者呢，因为中国历代的统治者他利用这个学问嘛，就是利用这个科考来控制天下的文人，所以他肯定就把学运看得非常非常重，学运几乎就是和国运相关的，所以说他也把这个文昌的帝君的这个身份和地位呢，逐渐的就越来越高。那既然有这么高的地位，是不是我们说那他管辖的范围其实也是特别广的呢？那是，他这个文昌帝君呢，他主要是掌管着这个学子的这种考试的命运主宰这个学子的这种功名利禄比孔子
这个还受读书人的这个欢迎。同时呢，他也是刻字、书店、文具店、说书、抄纸这些行业的神。咱中国不是每个行业都有这种祖师爷啊？对。那在这些行业都是供奉这个文昌帝君，就奉他为祖师爷的。哦。所以呢，以前的这个书商们呢，这个包括他们的工会啊，都叫做文昌会馆。书商就我们现在说这个书店、印刷厂搞这个行业的，对，他们的祖师爷也是文昌帝君。对，所以搞文化的人一般都会供奉文昌帝君。那以前皇帝呢，曾把这个文昌帝君呢列为重要的这个祭典之一，凡是读书人啊，必要这个祭祀这个文昌帝君。每逢文昌帝君，他的诞辰啊、童生、秀才啊、这个临生、贡生、举人以及私塾老师都要准备啊全牛及其贡品，啊到这个文昌庙行这个3献礼的这种祭祀之礼。这个祭祀礼的规格还是非常高的，很大的。因为这个孔老夫子，他这个在他那个年代，他的身份是什么呢？就是祭司官。在古代，祭司官是非常受人尊敬的，就是有什么大的祭典活动，都是由他来这个实施的。就比如说祭天呐、祭地呀、祭祖先呐，都是由他来这个来行事的。所以历代的这种官府啊，都要这个统领天下的学校啊，来这种祭奉文昌神，尤其是这个在农历的2月初3，这是为文昌帝君的圣诞之日。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3亮道人。那现在呢，正在给大家解析怎么去开学运，文昌法事到底有什么用处啊？帮助您趋吉避凶，趋利避害。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这个频道，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加入我们的交流群。好，我们继续。下面呢，我给大家讲讲到底哪些人啊拜文昌帝君啊，是否应该做文昌法事。那人生在世啊，离不开功名利禄。不管是在学校的学生，还是在职场中啊，或者是官场中的人啊，都是这个要有学有所成啊，这个功名高贵啊，仕途顺畅。这个要想这个光耀门楣，那最好呢就要拜一拜文昌帝君啊，受文昌帝君的这种庇佑，你才会考试啊，就包括升官啊，都会比较顺利。那像面临高考、中考这些学子，都拜一拜。每年这个一到这个时候，来找我给他们这个做这个文昌法事的人很多的。前天我也有一个朋友，就是虽然高考他还有半年的时间嘛，但其实已经是非常紧迫了。还在问我说托我跟道长您去请教，他就说想给孩子请一个文昌塔，是吧？它也是一种开学运的法物。对啊，然后还有呢，就是家里人有面临高考、中考的这个家长啊，这个因为现在孩子高考，家长实际上也是跟着一块儿受这个罪。我觉得这个家长比学生还紧张，还累，还紧张。一说起这个孩子的学习，有的都是，哎呀，这很焦灼。我觉得这种焦灼的状态，让人感觉到现在这种为了孩子的一切，都把自己的一切都给奉献了。前一段还听说，就是他孩子这个高考的时候，因为有时候一复习到2、3点，凌晨2、3点。那他在这个1、2点睡到1、2点再起来，再给孩子再做一顿这个夜宵，这家人也是非常的辛苦啊。为了孩子，半夜还得起床再给孩子做饭。哎呀，真是也确实不容易。
那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孩子学习这个成绩有的不够稳定，忽高忽低啊，想超常发挥的啊，有的偏科啊，导致整体的成绩下降的，平时成绩挺好，但一到考试就发挥不好，有的孩子总是这样。是的，他紧张，紧张。这平时学习都是挺好的，比如学校里边的测试什么的，分数都挺高，但是一到考试就出问题。啊，还有这个你想祈求仕途顺利的啊，步步高升的这些园主啊，祈求事业顺利的，再创辉煌的这些园主啊，祈求工作顺利的，升职加薪的这些园主，都可以啊，这个做道家的法事啊，文昌帝君祈求，哎，它就能起到很大的这种作用和帮助。学习这个进步和这个智慧的这种启迪，文昌法师呢有助于提升他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成绩和智慧的启迪。那通过虔诚的这种祭拜文昌帝君，那学子们呢可以在考试和学业上获得更好的这种表现，激发内在的学习动力和创造力。那我们这些有需求的这些学生啊，还有学生家长啊，还有成年人呢，他们在按照我们道家的这样一个正规的这样的一个仪式来祭拜过这个文昌帝君之后，或者说做过文昌法事之后，一般来说他能取得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效果呢？首先呢，这个文昌法事呢，可以帮助学子们在考试中呢能够发挥正常水平。特别的是在大考前啊进行文昌的法事，能够提升学业的运势啊和这个表现啊，还能让人呢内心安宁。好，谢谢。啊，这个文昌法事不仅它能够这个关注学业，还能够带来内心的这个安宁，帮助人们在面对学业压力的时候，保持这种平静的心态和专注力，激发创造力。尤其是你想从事这个文艺这个工作的这些人来讲，那文昌法师可以激发他的创造力和灵力，提升艺术表现力，文思泉涌啊。对，你发现有的这个作家，你会发现他这个年轻的时候文思泉涌的写书，写的一本一本的，写的非常的多，而且都非常的精彩。但是过了那一段时间，可能过了那几年，我听说有的怎么也写不出来了。对，有的人甚至去吸毒，为了就激发这个灵感。对，即便是这样，也写不出来了。那也就是说，其实文昌帝君掌管的除了考试啊、学运啊，那你像我们一些需要创意的行业，对，需要这个也是可以去拜这个文昌帝君的啊，这个很重要，因为它能够激发人的创造力。啊，这包括一些文化艺术行业的，还有一些这个在传统行业方面也是有比较重要的作用。通过进行法事，可以这个了解文昌帝君的传说相关的文化传统，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这个自豪感。啊，说到这个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自豪，还真是这样。您看刚才道长您讲了，我们中国的这个仙佛体系是吧？对，实际上它整体宣扬的都是一种正能量的东西。你看过去每一个，就像您讲的，在每一个行业有所成就、有所建树的人，只要他做出了足够的贡献，积累了足够的功德，那可能他以后他就成为了掌管某一个行业的星君了。对，那我觉得这个三观是很正的呀。对对对，那是啊。所以说呢，我们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贵人指路，贵人指路不如有如神助。好，这个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那现在正在给大家直播的就是文昌法师到底有什么用啊？怎样去开学运啊？帮助您趋吉避凶，趋利避害。欢迎也订我们的这个频道，有什么问题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交流群。啊，那还是继续聊我们这个文昌法事吧。文昌法事在具体做的过程中，它都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呢？
做完以后又会能产生什么样一些好的我们能看到的一些效果呢？从2个方面吧。第一个呢，就是利用这个风水的布局找到这个文昌位这个文昌位，对，风水布局里边有文昌位，我们找到这个文昌位，然后在这个风水上调整一下。第二呢，就是文昌催旺学运的法事这个呢，也是比较这个方便快捷的这个曾经有一个有个女孩呢，这个学习不太好，的父母因为父母也是有头有脸的人，你考不上学校，这多丢人呐！这个让我去给他调风水，没想到他这个本来这本科上不了的，调了风水做了法事以后，就考上了重庆的一所大学，而且这个他是非常满意的，就想考那个大学，本来是没有希望的，后来的呢，父母也是非常的感激。那道长，您指的这个文昌位，我理解是不是和我们说，比如说在我的家里，在我的公司里边，我的办公的场所里边，它可能也会有财位，对吧？对。那文昌位，它就是找到这个位置，它就是一个旺你的这个文运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对。通过在这个位置去做一些风水的布置和调整，来催这个运道，是这个意思吗？对。那通过这个利用文昌位它也是一种助力吧。如果他自己不够认真学习，天天躺平，那就算把这个文昌星，给他请到他身上，也无济于事。所以说呢，调了风水他还是得要好好的学习，认真的去学习才行以这种科学的这种态度去学习做事儿。我就觉得我为什么一直对道家的文化特别感兴趣呢？我就觉得道长您经常讲的一些我们道家讲的一些东西，它不是那么完全的，就是超脱了大家的认知。比如说刚刚我们讲的那好，那我就去拜文昌帝君吧，我就去做法事吧，我1学期做3次，然后我就上科学大教我就考上状元了，我就成文曲星投胎了。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这前一段还有一个这个挺有意思的，有一个这个女士说做了这个就是旺财的法事，然后呢，她又在家不上班了，辞职不上班了。我说你怎么不上班呢？她说那我做了旺财的法事，我还需要上什么班？等着天上掉钱来。我说你这种态度这是不行的，你这个再做了旺财的这个法事，也得去该工作得工作呀，这个该做生意的做生意，就是无非就是后面有一把无形的力量能够推动你这个能够在这个钱财上能够做得更顺利更好，你不能因为这个躺平，所以我们还得要科学的这种态度去看待这方面的这个事情。那文昌法事它能够帮助你提高这个学习的成绩，但不会增加这个智商。如果天资聪明，这个资质平平的又不努力的想变成天才，你觉得可能吗？不可能。所以说一般这个先天不足的也不可妄求就做一个法事能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你说平时这个考试就考个300多分，你说做个法事我能考上这个剑桥大学、耶鲁大学，那不现实的。所以他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增加这个分数这个30-50分这应该是差不多的，是没问题的。但是还是要认真去学习，正常的去发挥就可以了任何事情我们一直都讲，他讲的是内因外因共同起作用，对吧？对，通过法事，通过拜帝君，那可能会给你很大的助力，会给你指引一个正确的方向，对吧？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可能你比正常状态下就会更容易的化解一些。那绝不是说那我非要往那个不好的方向走，那你什么外力也解决不了你的问题对吧？
那道长就是我们还聊聊这个文昌帝君啊，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普通的凡人哈，能成为掌管天下学子命运的这样的一个大神。那这个文昌帝君，他除了这个掌管文运呀，主宰这个人们的功名利禄之外，他还有哪些这个掌管的职责呢？文昌帝君呢是这个，他是那个36重天的这种仙级，就他的级别是比较高的。那他主要是主管人间啊受妖祸福啊，还下主呢18层这个地狱轮回。那原始天尊说这个《紫铜帝君应验经》里边记载，文昌帝君呢这个居原浑元内府三卿，内在大都，这个督府啊，这个督统3界的阴兵啊，行使呢这个一些这个天地水3界的这种御事，收5岳4毒真行虎符龙卷啊，总诸呢是天星曜啊，偏这个判这个贵禄2级，上仙呢他是这个应显元皇真人，司路供职这个举真君啊，御编修飞仙列级，这个掌管呢这个混天造化轮回啊，救苦无碍。哇，这个，我觉得，其实从这里边啊，真的，我听您刚才讲了这么多非常专业的这样的一些称谓哈，还有我们道家的一些这样一些很专业的知识，虽然我不太懂，但是给我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呢？道长，就是您看，从历朝历代开始，这个从唐开始嘛，对吧？到元明清，一直到我们现在，到现代化的今天，其实我们对于这种文运，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学习、对于教育的追求，从来都没有变过，一直都是把它摆在非常非常高的地位。对，哎呀，它实际上不光是咱们这历史上，你统观全球，其他国家都是这样，把教育看得非常重，啊，你这个一个国家你的教育好了，你的国家才会有希望，才会有未来。对，你教育如果都不好。这个孩子老早的辍学，怎么可能会有好的这个孩子的人生以后就不可能那个上一个更好的台阶的？对呀，所以正是在这种，你看，就像您说的，其实不仅是古今中外都是这样的，对吧？中外对教育都是摆在了非常非常高的位置上啊。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文昌帝君才能有刚才我们在聊到他的这个执掌范围的时候。那几乎我刚才听了这个，上到36重天，下到18层地狱，对吧？包括自然界的山川河流，几乎都和他的执司是有关系的。对，那这我觉得跟现代人的观念也很一致呀。那么说教育搞好了，对吧？那你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你的整体的素质上去了，那你就强大了嘛。那你就有刚才道长你也说，那你通过这种。拜文昌帝君呀，做文昌法事呀，你获取了更好的学习和教育的发展，那你的未来也就是很光明的嘛。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还真是，就是为什么一个掌管文昌这样的一个帝君，他能够得到这么高的供奉啊，其实还是说明我们重视教育。对，重视教育。是的。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现在呢正在给大家这个解析怎么开运。学运啊，文昌法师到底有什么用啊？帮助你如何的趋吉避凶、趋利避害。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有问题呢，可以加入我们的交流群。那我们再继续聊一聊这个文昌帝君啊，这个到底文昌帝君是魁星吗？因为我们很多这个道观里边都供的有这个魁星楼。对，不仅魁星，还有刚才开头是我们聊到的，还有一个文曲星。对，还有个文曲星。这个文昌星、文曲星、魁星，是不是都是一个人吗？还是说这个各有这个执掌的范围呢？不是，真不是一个星君，不是一个神仙。那主管考试的神仙有很多，人们最熟悉的就有3位
那分别呢是文曲星君啊、文昌帝君和魁星。那他们3个分别的这个职能啊，还是有一点区别的。谁的地位高呢？文曲星是为北斗第4星，往往与武曲星同时出现。啊，文曲星呢，主要是主文运的，武曲星是主要是主武运的。这个我知道，我就想起一个这个前些年特别火的一个电视剧啊，这个叫什么《新白娘子传奇》。对。里边这个徐仙的后代是吧？他的儿子，说是文曲星下凡，所以考中的呢是这个当朝的文状元。文状元。他还有一个好朋友，对，这个从小就很顽皮，不读书，这个喜欢这个舞枪弄棒，跟他同年考中的呢这个武状元。武状元，就武曲星下凡。所以在中国的这个古代神话传说里边呢，文曲星是主管文运的这种星宿。那文章里边写的好而被朝廷录用的大官的，一般都是文曲星下凡。那中国民间这个把这个文曲星呢，包括有这个比干、范仲淹、包拯、文天祥、许仙的儿子许世林、刘伯温。文曲星属癸水，说他们都是这个文曲星下凡，都是武曲星下凡，是，也是主这个科甲功名的。那与这个文昌土属都是福星，那代表呢有文艺方面的这个才能或者爱好这种文学以及艺术的。那文曲星不同于这个文昌星的是什么呢？这个星是带有桃花的。如果是女命啊，再逢这个遇到这个巨门同宫的话，那自甘堕落，水性杨花。啊，文曲星喜与文昌星同宫，但是呢，对照充分发挥这种才艺啊，如果遇到了这个武曲星同宫，那主博学多能。不过呢，要兼顾与父母宫的这种好坏，配合判断。才能这个更好的分析。那魁星是什么呢？魁星是中国古代星宿的名称啊，是中国古代神话中所说的这个主宰文章兴衰的神啊，在雅士学子里边心目中呢，魁星是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的。那中国很多地方都建有这个祭祀魁星的魁星楼。香火很鼎旺。我们这个过去科考，包括现在考试，我们喜欢说一个词儿，就叫一举夺魁啊，一举夺魁指的就是这个啊，就是说这个魁星，它实际上是文人心目中这个你的学业能达到的一个最高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对。那另外一种那个完全不同的这个传说呢，是说魁星爷这个生前虽然是满腹经纶、满腹的学问啊，可以这个没考，就是但是他考试的时候呢，考不好，总是考不好，没考，他不是没考必胜，他是没考必败，便愤怒的是就投河自杀了。但这没想到呢，被一个这个乌龟给救起了，然后就升天成为了魁星。那因为魁星呢能左右文人的这个考运，所以呢每逢7月7他的生日，读书人都郑重的这个祭拜。所以呢，文曲星的地位最高，其次呢是文昌星，再一个就是魁星。这个魁星，我觉得他的这个传说很有意思啊。刚才我们在讲到这个现在的学生的时候，还提到这种学生，就是我很用功，我很勤奋，但是我就是考试的时候不行，就是考试的时候总是差那么一点儿，不如人意。对，但是还有些学生呢，他就是气死人。你看他平时也没下多大功夫，对，但是他的学习尤其是考试，对吧？对。我说这个越到考试的时候发挥的越好，所以说看来就是跟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对，除了你自身的努力，当然很重要。我们刚才也谈了，你躺平是不行的，对吧？你说天天在家里边看手机，这个看电视，然后睡大觉，我不去学习，你天天去拜，它也没有用。对。但是反过来呢，你都是勤奋学习的孩子，
那其实你的文运还是不同的。有些人可能就真的能一举夺魁，那有些可能你看连我们的魁星爷当年都还是这个很没考必败，还是没考必败呢，是吧？所以说看来这个我们一直在讲，不管是财运也好，文运也好，其实几乎所有的运道都是这样的，你只有把它理顺了，是吧？对，它才能够加持你，帮助你，是吧？那说到这，最后还问一个小问题吧，就是我曾经因为平时也很喜欢这些嘛，就是会在一些这个庙宇和道观里面，我曾经看到过这个文昌帝君的这个真身的塑像，发现他的两边还有两个小童子啊，这是学生吗？还是弟子吗？还是这就是童子，就是童子是什么呢？就是神佛啊前面站的端茶倒水、打扫庭院的小童子啊。这两位呢侍童呢，通常被称为叫什么？叫做天龙地雅。一个是掌管文人的这个录运帛册啊，一个是手持这个文昌大印。一个拿着这个高考的管录取名单对，管录取名单，一个是管这个录取的盖那个章的大印。意思呢就是能知者不能言，能言者不能知，就是保密保密，两个人都不知道，都不知道谁是谁啊，这样才能做到公平。那文昌帝君呢，掌管文章这个科举啊，关系着这个富贵贫贱。保密问题是很重要的，以免天下这个泄露的天机。就跟现在完全一样，对吧？对，你看每次考试的时候，你不可能提前知道考卷呀，对吧？对，一旦出现泄密，你看，尤其是在这个咱们国家这个封建时代，每一次科考一旦出现泄密的问题，你刚才讲这两个童子，我感觉也特别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些精髓在里面。天龙地雅。对，您的主人是这个掌管天下考试文运的，那你作为他的童子，你不能乱说话，你不能泄密，是吧？你看这个，我们说历朝历代的这个科考，一旦出现泄密，我那是要杀很多人的呀。对，要杀很多人的，对吧？你看清朝的这个名臣张廷玉，他的哥哥还是弟弟啊，张廷禄，就是当主考官，结果泄密了。被腰斩呐，所以说这还真是很重要的。好，命由八字先天定，运由风水起波澜。大家好，我是三亮道人。那关于文昌帝君和文昌法事的问题，今天呢就给大家聊到这儿。如果您家里边有面临考试的这个考生啊，需要这个开文运的、开考运的争取这个逢考必过、金榜题名的。可以关注我们这个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交流群。那关于做法事的这个还必须要结合每一个人的这个具体的生辰八字所以呢有什么具体的问题的话，加入我们交流群给我们留言，我们呢会尽快的给大家回复，为大家排忧解难，帮助大家趋吉避凶，趋利避害好，那今天就到这里。福生无量天尊。